若始终保持缄默，他所姑息的恶果就会如照镜子一样，反映在我们今后的人生中，反映在我们孩子的人生中。光影23室，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，我是阿月，每天为您带来最温暖的电影故事，一起来看《老妇人》。故事开始前，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，让阿月的声音陪伴你每一个晚上。如今光影23室已经启用了热推功能，通过台湾朋友们的点击支持，可以帮阿月实现影片的更广泛曝光。具体操作步骤在说明栏中有详细说明，这将有助于我结识更多的观众朋友。阿月在此先行谢过，真诚希望在台湾的您能帮我尝试一下，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。2012年，韩国一所医院内，此时已是深夜，孝珍明天就要出院了，可膝盖处的疼痛还是有些难忍，她只好喊来护理师再做一次理疗。可渐渐的，孝珍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在这间只有她与她的狭窄病房内，护理师的话语越来越轻佻，行为也越来越出格。紧接着，69岁的孝珍被性侵了，而本应用于缓解疼痛的理疗仪，倒计时响起时亮起的红光，却成为了这场暴行的见证者，成为了孝珍挥之不去的梦魇。光是想一想，他的内心便充满了屈辱与痛苦。可这种事情说出去谁会相信呢？经过一夜的思考，孝珍最终选择了沉默，没有报警，也没有跟任何人提起。第二天，孝珍像没事人一样走出医院，来接她回家的则是她的同居伴侣南东。孝珍曾是医院的护士，南东是她的病人。出院以后，两人就住在了一起。尽管他们不是夫妻，但南东的儿子想着两人能互相也有个照应，便从没管过。而南东是位热爱写诗的作家，如今经营着一家书店，平日里孝珍一有空就会过去帮忙打理。事发以后，孝珍想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，重回以往的生活轨道中。她依旧会去南东的书店工作，依旧会去泳池里游泳。可当她如同一具尸体漂浮在水面上时，当手腕处被护理师磕伤的淤青传来阵阵疼痛时，当微波炉发出的叮叮声将她瞬间拉回那间病房时，她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忘记那晚的痛苦经历。她的生活正在走向崩溃，而那个罪魁祸首必须为她的痛苦付出代价。于是孝珍鼓起勇气，选择去警局告发那个护理师。但被南东问到为什么时，他没有回答。他不知该如何向亲近之人讲述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。好在南东也体贴的没再追问，第二天就陪着孝珍去警局报了案。而孝珍在填写报案单时，也还是找借口支开了南东，因为他不想将那些屈辱的细节袒露在他人面前，哪怕这个人是南东。在孝珍的设想中，报案、取证、定罪，那个伤害他的人会得到应有的惩罚，他则会在这之后慢慢疗愈内心伤痛，重新拾起前进的勇气。殊不知，这却是一切痛苦的开始。警察根据事发当晚的排班表，很快锁定了一个叫做钟浩的助理护理师。资料上显示，钟浩今年29岁。看着眼前头发花白的孝珍，警察忍不住嘀咕了一句：神经病。他和同事都很难相信一个年轻男人会对老太太下手。而在得知医院护理长称钟浩是医院里最亲切的人后，警察更是调侃这个钟浩实在是亲情过了头。他话语里的玩味与质疑，引得一旁的南东怒气冲冲找上来，问他到底什么意思。警察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言，连忙端正态度。但另一位警察在了解到南东与孝珍的关系后，则偷笑个不停。这么大年纪了，又是被侵犯，又是学年轻人搞同居，还真是闻所未闻啊。孝珍努力忽略那带有恶意的笑容，恳求警察在调查时尽量不要声张，因为南东在本地生活多年，他不想让南东为了他背后遭人议论。而南东时至今日才了解到孝珍的遭遇，他的心里是又气又心疼，连书店都不想开了，只想天天陪着孝珍。孝珍却拒绝了南东的好意，她可没那么脆弱呢。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孝珍一如往常走进游泳馆，自从患有肩周炎后，游泳是她唯一能做的运动。可在听到有人夸她身材如同少女一般苗条时，一股无力感瞬间吞噬了她的气。这不是孝珍第一次被人夸奖了，但这一次她感到格外的愤怒。
对身材的夸奖使他被迫回想起那段不堪的经历，心中升起的耻辱责令孝珍第一次在人前失了态。而警方在启动对钟浩的调查程序时，南东也偷偷跑去医院见到了钟浩。看着钟浩耐心安抚病人的模样，他实在是恨得牙痒痒。谁又能瞧出来这会是个衣冠禽兽呢？孝珍本以为自己已向警方提供了沾有钟浩体液的内衣，接下来他要做的就只有等待，等待钟浩被抓捕的消息传来，等待一切慢慢变好。可他怎么都没想到，自以为绝对的铁证，到最后竟无法成为指控钟浩的有力武器，甚至连证明这是一场被迫侵犯都做不到。原来钟浩在面对警方审讯时，竟大言不惭地颠倒黑白，声称那一晚是你情我愿，自己根本没有强迫孝珍，反倒是孝珍一直缠着他不放。而且他俩也早就认识了，1年前自己就搬到了孝珍的同一个社区。去年圣诞节的时候，他不仅在超市里见过孝珍与南东，还跟孝珍说了几句话，推荐他去自己这家医院治疗膝盖，不信的话可以去调监控，所以根本不存在侵犯这回事。孝珍则极力否认，在此之前他见过钟浩。两人完全不同的回答让警方瞬间犯了难。他又喊来南东，询问孝珍最近是否存在健忘的情况，毕竟孝珍年近70，有极大的失智可能。南东确实是想起来孝珍最近会穿错袜子颜色，但他去治疗关节的医院绝不是受钟浩推荐。孝珍告诉过自己，是他以前在3一医院当护工时同事梅子推荐的，然而警察却说他们已去3一医院调查过了，那里的工作人员称根本没有梅子这个人。如今发生关系是真，可究竟是不是被强迫的，警察的调查却陷入僵局。而孝珍在警方一遍又一遍的询问中，甚至开始怀疑起了自己，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忘记了钟浩，怀疑他是不是真的记错了那一夜。但手腕处的疼痛做不得假，心里的屈辱与愤怒也在时时刻刻提醒着他，那就是一场侵犯。孝珍抛去杂念，决定先去找到梅子，让她出面作证是她推荐的医院，从而戳破钟浩的谎言。可是梅子的电话打不通，她后来所住的医院前台也拒绝提供梅子本人信息，孝珍只得不了了之。与此同时，警方传来消息，称法院驳回了拘捕令的申请，而拒绝的理由也可笑的发指，他们竟然称年轻男人没有理由侵犯一个老太太。南东为此气得直接写了一份告发函拿给孝珍，想要控诉警方和钟浩。可事实摆在眼前，如今要么提供更有力的证据，要么就此放弃。南东便根据钟浩身份证上的居住地找去他的家里，劝钟浩直接去自首。未曾想这个居住地竟是钟浩的老丈人家。南东没有透露真实身份，但他已经掏出来了些情况。这个钟浩身上正背负着巨大压力，他的岳父要求他必须先买房子才能和自己女儿登记结婚，所以只要钟浩肯自首，愿意向孝珍道歉，南东就可以答应为他争取从轻量刑。钟浩却一口回绝了南东的要求，推开书店大门冲了出去。他已经得知法院拒绝了拘捕令，任这个孝珍再怎么折腾也找不出其他证据，而自己要是答应南东去自首，那人生才是真的完蛋。等到钟浩离开后，南东盯着桌上的那封告发函，抓起车钥匙走出了书店。另一边，孝珍自从医院出来后就一直在街头漫无目的的游荡，此时夜色已深，他却像个迷失的灵魂，眼中满是无尽的迷茫与痛苦。孝珍想不明白，自己明明已经通过测谎，可法院为什么又一次驳回了拘捕令。孝珍浑浑噩噩过着斑马线，却由于腿脚不好，没能赶在信号灯变红前及时走到对面，遭到了司机的一阵痛骂。司机问他是不是赶着去投胎，不想活就赶紧去死，别害了自己。在那响彻大街的咒骂声中，孝珍不禁想起自己的遭遇，想起了法院拒绝的理由，一颗心渐渐坠入谷底。难道这个社会已经没有老年人的容身之处了吗？难道仅仅因为自己上了年纪就可以被肆意侵犯，但在遭遇不公后却连痛苦都要被忽视，甚至连公道都无处讨回吗？孝珍回到家后却发现南东一夜未归，
他以为是南东离开了自己，直到孝真找到南东的儿子贤秀，这才得知南东是因为他的事分心，昨晚出了车祸，现在刚结束完抢救，尽管伤势并不严重，但贤秀不想再让父亲卷入这场官司里了。他拒绝了孝真的探望，同时拜托他销毁告发函，别再另生事端。自从出事后，坚定站在自己身边，支持着自己的只有南东。孝真不想害了他，而且自己如今精神状态不佳，看见与遗迹相似的红光，听见与钟浩相同的话语，或是游泳时被人摸到小腿，都会陷入久久的痛苦之中。孝真需要一个空间去暂时逃避这些杂念，他便也没再回家，而是找到曾经的好友智妍，又干起了护工的工作。孝真为智妍看护他已经瘫痪的父亲，作为交换，智妍则为孝真提供一个住处。而孝真在为好友父亲擦拭身体时，发现对方即便是神志不清，也不忘用手去故意摸自己。孝真顿时感到一阵恶寒，他索性恶劣了一回，劝好友父亲赶紧去死，别再拖累自己的女儿。结束完一天的工作后，孝真找到了智妍，而两人多年未见，他这一趟既是为叙旧，也是为探听女儿的消息。孝真其实有个从没有相认过的女儿，她因为某种原因一直不敢去看望对方，多年来只敢通过智妍来了解女儿情况。但智妍最近都没收到孝真女儿来信，她想起已经失智的父亲，忍不住劝孝真趁着自己还能认得女儿脸时多去看看她吧。另一边，南东出院后顾不上还打着石膏的腿，拿到孝真曾经工作的医院联系方式，就一个个打过去，询问他们是否知道孝真下落。结果起身时，由于忘记清理吃完的餐盒，便遭到便利店年轻员工的嫌弃，说需要回收的不止这些垃圾，还有这些对社会毫无用处的老年人。南东气得直接抄起拐杖向对方打过去，最终两人通通被送去了警局。而在这里，南东恰巧遇见了负责孝真案件的警察，警察告诉他，法院已连续2次驳回了拘捕令。自己本想安排孝真与钟浩当面对质，可孝真突然失踪，谁也联系不上他。要是再找不到孝真，等到法院第3次驳回拘捕令时，警察只能将这桩案件移送检方，届时孝真便要在法庭上与钟浩公开打官司。然而他一直在服用抗抑郁药物，警察有些担心孝真会因此想不开。南东闻言瞬间呆愣在原地，他其实对于孝真的过往并不太清楚。一走出警局，便找到孝真的心理咨询师，询问他为什么要吃抗抑郁药物。出于隐私，咨询师并不方便告知太多，但他可以保证孝真没有患上阿尔兹海默症，因为他最近刚刚通过了失智测试，偶尔的健忘也只是长期服用药物的后遗症。不过孝真对药物没有依赖性，他一般都是用运动来缓解心情，是个意志非常坚定的人。在确认孝真目前身体无恙后，南东才安下心来。他现在就想知道为什么法院会连续2次驳回拘捕令。咨询师闻言，脸上露出遗憾的神情。虽然这么说有些残忍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只要钟浩能够拿出一些自圆其说的证据，咬死了孝真是自愿的，那么即便是理疗室装有监控，即便是有再多的客观证据，也不能证明孝真是被强迫的。受害者本人必须一遍又一遍回想当时的痛苦，寻找可能遗漏的细节，来证明自己真的被侵害了才行。在南东找不到的角落里，孝真一遍又一遍回想昨晚智妍劝自己的话语。突然间，一段深埋于记忆的钢琴声浮上了自己的脑海中。女儿在音乐上很有造诣，毕业后就在附近开了家琴行，只不过自己一直没勇气进店里看过她。孝真望着自己的手掌，关节肿胀，手指粗大，谁能想到这样的自己竟生出来一个会弹钢琴的女儿呢？他做完手头工作后，想要经过女儿的琴行，隔着玻璃门远远看她一眼，结果女儿有事外出，孝真对着上锁的大门只好无奈走开。而南东自从告别咨询师后，就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让孝真自己证明遭到了侵害。他把自己关在家里，上网搜索相关案例，以至于完全忘记出院时儿子贤秀再三叮嘱的特殊日子。等到贤秀提着妻子生前最爱喝的啤酒上门时，南东才猛然记起来今天是妻子的忌日。
可贤秀刚放下手中包裹，他就迫不及待问起这个做律师的儿子，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帮孝珍？明明都通过了测谎，为什么孝珍的冤屈还是无法得到伸张？可贤秀的一句反问，让南东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语，你确定孝珍是被冤枉的吗？贤秀和法院里那些人一样，都不相信一个年轻小伙会去侵犯一个老妇人。他将这桩犯罪定性为一个老女人的私事，直言自己根本不想管，而且在母亲生前，父亲从没关心过他们母子俩，从来都是只顾着自己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就比如家中所有家具的款式，当初就是随了他的心意，可如今在这个母亲的忌日里，父亲竟也还在操心着另一个女人，他的心里到底有没有过这个家？贤秀说完，就抓起包裹走出家门，徒留南东一人守着妻子的遗照，孤独地喝着闷酒。贤秀说的没错，我是有些自私，就像这张餐桌，你明明想要圆形，可最后在我的坚持下，还是买了方形。但孝珍是好人呀，他去年第一次见到你的照片，就夸你再也不会老去了。明明是个心地善良的人，怎么会碰上这档子事呢？就在南东发愁之时，孝珍因肩周炎的发作来到医院看病，恰巧遇见曾经的同事一真，而通过一真的讲述，孝珍才弄明白为什么警察来调查梅子时，医院会说没这个人。原来梅子不是正式员工，她属于收费更低的非法看护，医院对她向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便也没登记在册。而孝珍之所以没找到梅子，也是她前段时间因为心肌梗塞过世了。谈起这个，一真突然想起来孝珍的膝盖，顺口问她有没有去自家妹夫开的医院。孝珍这才得知，是一真先将医院推荐给了梅子，她才会去的那家医院。而孝珍也终于可以确定，她没有弄混记忆，她只是偶尔有些健忘。孝珍以为自己找到了钟浩说谎的证据，可一真在了解详细经过后，出于不想惹事的心态，选择了拒绝出面作证。而在送走孝珍后，一真还拉着她的衣袖，一脸关切地问她为什么会这么不小心。孝珍的火气猛然窜了上来，稍微注意下着装就会被人讥笑为不正经，再故意引诱罪犯作恶，但拖着褴褛的衣衫则又完全不受社会待见。小心？我该怎么小心？明明受害的是我，你们为什么都在找我的问题？是因为我的性别，还是我的年龄？就在这时，一阵风吹走了孝珍的丝巾，一针提醒声响起的瞬间，令孝珍突然想起了一件事。她确实见过钟浩，去年圣诞节在超市里是钟浩为她捡起了丝巾，只是那么小的一件事，自己怎么可能会记到现在？反倒是钟浩一直惦记在心。孝珍终于可以确定，这不是自己的错，不管她年纪有多大，穿得有多漂亮，错误的永远都只是实施侵害的那个人。恰好在这天，负责本案的警官也找了过来。孝珍与警察在车内聊起案子，岂料警官开口的第一句居然是夸她很会穿搭。孝珍突然觉得太讽刺了，如果提出控告的是年轻女子，钟浩是不是就会被逮捕？如果上了年纪，不去迎合大众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，不去打扮得那么邋遢，是不是就是在向外界传递一种我不是好女人，都来骚扰我的信号？孝珍渐渐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偏见的世界里，这里没有她的容身之所，现有的法律给不了她想要的公平，所以她明天绝对不会浪费时间去与钟浩当面对质，再去看那个人渣一眼。等到孝珍下车离开后，警察将她的位置告知给已经寻找多日的南东，想让他劝劝孝珍。南东立即动身前往目的地，恰好碰见孝珍在扔一真父亲的尿垫。南东瞬间红了眼眶，他实在是舍不得孝珍再做这种又累又脏的工作，所以跟自己回去吧。南东坦白，他确实曾经有过怀疑，是孝珍记错了那晚发生的事，但他都已查明孝珍遭受的全是无妄之灾。看着这个陪在身边不离不弃的南东，孝珍也没再回避自己的处境。他告诉南东，自己其实有个没有相认的女儿，叫做小爱。尽管书店的名字里恰好也有个爱字，但他倒不会悲伤，他只会感到欣喜。谢谢南东的出现，谢谢他陪着自己走过一个又一个难关。因为南东的找来，孝珍坚定了接下来行动的决心。
终归是有人一直站在自己身后的，所以他绝不能退缩，也绝不会放过那个钟浩。孝珍主动找到秀贤，要来南东出事当天的行车记录仪视频。在确认钟浩丈人家开的民宿地点后，而孝珍在离开前还特意提醒秀贤，今天是南东复查的日子，可千万别忘了带他去医院。正是这一声叮嘱，让总是冷言冷语的秀贤收起了满身的抗拒。其实这1年来，多亏有孝珍的照顾，父亲才能过得这么好。秀贤嘴上说着不想管，但看着父亲这些天的费心费力，以及孝身憔悴又不肯屈服的模样，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帮他们一把。秀贤打给熟识的检察官，询问是否能根据2年前才出台的特别条例，以性侵施暴的罪名向法院申请拘捕令。秀贤其实也觉得警方的做法不妥当，怎么能让性侵受害者去与加害者对峙呢？这不是明摆着在刺激孝贤往他的伤口上撒盐吗？在送父亲去医院的路上，秀贤想起了今早孝珍来找自己的事情。如今他与南东都希望孝珍能寻来他想要的正义。孝珍提前联系钟浩岳母，告知自己要到访时，没选择在电话里谈起钟浩犯下的罪孽，他想要当面讲清楚一切。孝珍此时站在民宿门口，思索一会儿该如何开口，可在看清钟浩未婚妻那隆起的肚子后，他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。是让这个面带笑容的女人得知自己孩子的父亲是个强奸犯，还是选择隐瞒，不再让另一个女人受到伤害？说还是不说？孝珍挣扎一番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，但她离开民宿后还没走多远，竟在半道上遇见了要去探望未婚妻的钟浩。钟浩一见到孝珍就明白大事不妙，他夺过孝珍的皮包，发疯般翻找里面的那张告发函。看着钟浩焦急的模样，孝珍心里别提有多么得意，因为他想要的东西根本不在包里。而在孝珍嘲弄的眼神中，钟浩已经可以预见得知真相的老丈人一家此时该有多么愤怒。自己离被扫地出门已经不远了，届时触手可及的家庭、妻子、孩子将通通化为泡影。钟浩崩溃了，他愤怒质问孝珍，是不是真的想毁掉自己？是不是只有看见自己的人生完蛋，才肯善罢甘休？孝珍却觉得可笑，完蛋，你还没为你犯下的错一一赎罪呢，人生怎么会这么容易就完蛋？更糟糕的一定还在后面等着你。钟浩气得破口大骂，将孝珍一把推倒在地，随即在女友那夺命般的铃声中开着车往民宿赶去。而他表现得越痛苦，孝珍就越是冷静镇定。他突然发现，这个曾经让自己恐惧、痛苦的人，这抹他以为会永远笼罩在心头的阴影，真正鼓起勇气去面对时，似乎也没那么可怕。孝珍捡起地上掉落的女儿照片，在这一刻，她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，而那是一种能够释怀过去伤痛，让人一往无前的坚定信念。孝珍就这样一直地走啊走，最终走进了多年来都没能鼓起勇气去的琴行。而女儿小爱恰好就在店里，正在和电话那头的丈夫讨论今天要吃些什么。孝珍没有上前打招呼，她只是想趁着自己在遗忘以前再多见小爱几面。孝珍静静坐在了钢琴前，想象着小爱弹钢琴的模样，按响了几个琴键，声音乍然在店里响起，将过去无论美好还是痛苦的回忆都通通释放了出来。孝珍与小爱相视一笑，最终又一个人离开了琴行。回去以后的孝珍对着那张揉皱的告发函写了一封自白信。是的，她没有告诉那家人真相，但她也不会就此沉默，否则沉默所姑息的恶果就会如照镜子一样反映在我们今后的人生中，反映在我们孩子的人生中。将会有更多的人遭受侵害，也会有更多受到伤害的人因种种顾虑选择缄默，选择独自在痛苦里挣扎，最终坠入那万劫不复的黑暗深渊。孝珍知道自己的这段经历或许会让很多人感到不适，可即使如此，她也还是选择鼓起勇气讲出了这一切。在信中，孝珍提起了南东写过一句诗，春光映照着斑斓的泪水，而她就是那滴泪水，苦涩发咸。孝珍这一路走来经历了磨难，可即便如此，她也依旧一步一步地走到春光里，去拥抱那来之不易的光明与希望。
孝珍将亲手写好的自白信一口气复印了几百份，随即一步一步地走上钟浩工作的医院顶楼，将自白信放在了栏杆处。此时一阵大风呼啸而过，瞬间将那些自白信吹得漫天飞舞。白色的纸张在风中肆意飘荡，有的悠悠旋转，如同一片片凋零的花瓣，带着无尽的哀伤与不屈；有的高高扬起，仿佛要挣脱一切束缚，向天空诉说着这段隐秘的罪恶。但孝珍头也不回地离开了，因为她知道，当这些自白信吹遍城市的各个角落时，她总能得到她想要的一个答案。全篇完。哦，对了，如果喜欢阿月讲的这个故事的话，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哦，让我们每晚在光影23室相互陪伴。老妇人是2019年韩国剧情片，影片的故事残忍却又无比现实。当性侵发生时，施暴的男性会不会得到惩罚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被侵犯的女性将会从年龄、外形、衣着与生活方式上遭遇全方位的审判。就像这个案件的败诉通知书上写着，一个年轻男人没有理由侵犯一个老太太，其言下之意是，他明明可以找到更适合的人去侵犯。可事实的真相是，无论是小女孩还是老太太，无论是剩女还是妓女，无论是穿着得体还是衣着暴露，都有可能成为性侵犯的目标。究其根源，错的是那些心怀歹念、丧失道德底线的施暴者，而绝不是受害者本身。在受害者身上找原因，无疑是荒谬与可笑的。而影片里的孝珍最终没有沉默，她勇敢抗争，为自己，为许多和自己一样的受害者发声，推动社会正视此类问题，让正义不再缺席，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安全与公正中生活。如果你喜欢我讲述的故事，可以点击观看光影23室的播客列表，这里面分类整理了阿月讲述的近500部电影故事，总有一款适合陪伴您进入甜蜜的梦乡。当然也不要忘了订阅光影23室，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查看我的最新视频。